一抄网就能解决你几天下来的肉食。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桃心八卦连环阵，让老渔民实现了财富自由。这不是私人的养殖场，是渔民在红树林里布置的捕鱼陷阱。大爷仅靠这门艺术就能养活家里的一大家人。制作这种陷阱之前，必须准备好大量的竹子，将等距离的竹子破开后，依次将其重新破开，直至竹片合符规格。大爷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捕鱼高手，破竹子编竹墙对于拥有55年赶海经验的65岁大爷来说，如同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掐的事。为了能提高竹子利用的空间和效率，使破开的竹子尽量小，同时为避免竹子容易折断，做成统一规格的竹片。破开的竹片大小非常均匀。准备好大量的竹片后，就开始进行编织。编织的艺术非常讲究，竹片之间的间隔都是非常均匀，小鱼可以通过空隙自由的进出，比较大的鱼进去就不能出来，避免了赶尽杀绝，同时提高了资源的循环利用率。编织的材料全部来自于大自然，为了能让竹墙更加稳固，按一定的距离用藤条进行绑扎在一起。绑扎好的竹墙可以直接卷缩起来，然后将凸出来的竹条拍打整齐。此时编织好的竹墙看起来更加整齐耐看。准备好大量的竹墙后，就开始开船去红树林里寻找布置竹墙陷阱的最佳位置。锁定好最佳的位置后，依靠的支架将编织好的竹墙围起来，用树枝搭建好的框架成为陷阱的主要轮廓。整个陷阱的搭建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这次大爷同时召唤了他2个儿子过来帮忙，按照原有的框架将制作好的竹片依次搭建好。2位儿子成为大爷很好的得力助手。第一个用高竹墙搭载好的桃形状陷阱成为主陷阱，第二个陷阱依靠着主陷阱的入口依次搭建，同样是利用已经准备好的木棍作为主框架，形状跟主陷阱一样，入口也是向内收窄，以便进去的鱼就难以从入口逃脱。主次陷阱搭建好后，就开始从陷阱口里搭建放射状的围墙。整个放射状的围墙起到了引导的作用，围墙会一直延伸到50米长。退潮的时候，上方的鱼儿会顺着围墙进入陷阱口。铺好的陷阱依靠着木棍作为支撑，竹墙一直延伸到陷阱的入口。一旦鱼儿进入第一个陷阱后就无法出来，只能乖乖的进入第2个主陷阱，主陷阱便成为鱼儿最终的归宿。为了增加鱼儿进入陷阱的成功率，在陷阱的另一侧同时搭建竹墙，竹墙向着红树林的周围延伸开来。用竹片做成的围墙会漂浮在水面上，所以他们要将所有的围墙插入水底的泥土里，然后按一定的距离用木棍支撑整个围墙。陷阱竹墙向两侧一直延伸，整个陷阱竹墙足足有上百米，以陷阱为中心，向两侧以放射状伸展。1天后，大爷已经来到了主陷阱的上方，从竹墙的痕迹可以猜测涨潮时的水位到达的地方，退潮后的水位降到了半米。从主陷阱的上方可以查看到两侧的围墙和陷阱里面是否有鱼儿。主陷阱搭建的框架为他们捞鱼提供了方便，可以看到陷阱里面已经有不少的鱼儿，可以查看到大部分都是有胡须的鲶鱼，还隐约看到好几条跳鱼。红树林里是咸淡水交界处，所以这里的鱼类基本上都是鲶鱼和金骨鱼。当然，红树林里的跳鱼也不会少，水下的金骨鱼基本上不会浮出水面。可以看到陷阱的入口是向内收窄，所以进去的鱼儿基本上都难以从入口处逃出。一旦有鱼进来，都会将入口处的竹片撑开，导致入口处的竹墙有少许的晃动。这种八卦迷魂阵只有大爷才会想得出，还利用了2根绳子将陷阱口紧绷起来，也是为了防止鱼儿进来的时候将陷阱口撑大。进来的鱼儿只能在陷阱的周围徘徊寻找出路，很明显他们已经被这个陷阱给迷惑住了。从入口处竹墙的晃动可以看出，还有不少的鱼拼命地向主陷阱内钻。从围墙外面的鱼进入第1个陷阱后，会往第2个陷阱钻。就这样一个陷阱，每天都为大爷带来不少的渔获。利用退潮后鱼儿回流的现象，打造一个桃形连环放射状陷阱。等待许久后，外面的鱼儿已经进入了不少。大爷开始将陷阱口的绳索取下来，收窄陷阱口后，就直接拿着抄网开捞。一抄网下去，被惊吓到的鱼儿拼命的挣扎。这一抄网没有10斤也有7、8斤，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鲶鱼和金骨鱼。第2抄网还是满满的一大网兜。在儿子的帮助下才勉强拿起来，抄网内的鲶鱼还发出叫声。将捞到的鱼直接倒入船舱里，可以清晰看到里面还有不少的河豚身影。每一抄网都是满满当当的渔获，这些渔获最终会成为大爷一大家人的伙食，吃不完还可以卖出去换钱。接下来的渔获也开始慢慢减少，
就这么一个迷魂阵陷阱，为大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鱼类资源，每天退潮的时候就可以过来收鱼。当然，这种陷阱只有在国外才可以布置的，在我国是违法的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仅靠这门技术，大爷就能养活一大家人。只有在海边长大的渔民才会想出这种捕鱼方法。经过大爷来来回回捞了几十抄网后便结束。船舱内满满当当都是各种杂类渔获，还有一只后鱼和螃蟹，鲶鱼居多。这一船舱至少也有上百斤鱼，后鱼竟然被大爷放生了。收完鱼后就回家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